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可乐财经，一个关于投资理财的频道。上一期我所推荐的 AT&T 在迪士尼股票暴涨之后，我对 HBO Max 的发展更有信心。虽然说它的内容可能没有迪士尼那么丰富，可是我认为流媒体这个市场并不是一家独大的，所以我相信这将会让投资者们更加注意流媒体这个板块。今天要聊的话题是半导体或者芯片行业的股票，而会聊到的公司有高通 Qualcomm 高通的市值可是比 AMD 还要高的公司。半导体或者芯片这个行业已经成为了科技领域中必不可少的部件，从手机、电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 AI 到现在最火的自动驾驶汽车领域都有使用。在我们开始之前，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这就是我做视频的动力了。首先，我们先来聊聊高通的公司简介。高通公司是数字集成电路和 IP 的供应商，该公司的产品主要用于手机终端市场，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连接设备等应用。高通公司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在全球拥有大约3万名员工。该公司最大的2个客户就是苹果和三星，合计占有销售额的大约 40%。而高通的股价在上周五跳水，大跌了 7%。那我们来看看为什么高通的股价会突然跳水呢？根据 Bloomberg 新闻，苹果已经开始了内部蜂窝调制解调器 5G 芯片的开发。目前，苹果所使用的内部芯片有在 Apple Watch 中的 Wi-Fi 和蓝牙芯片，在 iPhone 里面的超宽带芯片。我预计苹果将在未来的几年开始提供使用自己的调制解调器，这也是意料之内，因为苹果早在2019年7月宣布以1 billion 美元收购了 Intel 的智能手机调制解调器业务。这项收购主要是为了减少苹果智能手机对于高通的依赖。过去，苹果曾指责高通公司收取专利使用费不成比例的高额费用，并且指控高通强迫客户同意其无许可证就无芯片的政策。如果要使用其芯片，就必须要购买许可证。而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主要有2个。第一，对于苹果，这将会是一个缓慢的过渡转换期。我认为苹果将从2022年开始慢慢的使用自己的内部调制解调器，从 iPad 和 MacBook 开始，然后才慢慢的到了 iPhone 智能手机。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有分析师估计这将会对高通的收入产生 1% 至 2% 的影响。苹果目前与高通签订了为期6年的许可协议，从2019年4月开始，并且可以选择在此之后再延长2年。第二，我预测这将会与三星的影响大约一致。我相信苹果最终将会像三星一样，为中低端手机生产自己的调制解调器，并让高通公司保持高端的市场。三星在制造自己的调制解调器之前占有 15% 的收入，而现在仍然是高通的第2大客户，并没有影响太多。因此我认为此项新闻对高通的影响非常小。目前我认为主要有5个因素可以继续的推高高通股价。第一， 5G 仍然处于早期的发展，还有更多上升的空间。我们现在处于 5G 升级周期的早期阶段，各家公司包括三星、联发科技、高通、Qorvo 都把2021年的 5G 手机引导提升到了5亿部，同比增长 150%。 随着 5G 手机的销量增加，高通将会有比较低的运营支出，营业利润率也会从 22% 提高至 30%。 我继续期望高通能够表现出它的优势，因为高通有着技术领先地位，而成为 5G 的最大受益者。第二，高通也将是华为手机份额转移的受益者。
该公司表示已经获得运送给华为的有限许可，但是由于华为并不是高通的主要客户，因此我预计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手机的主要制造商有苹果、三星、OPPO 和 vivo 以及小米，而他们都是高通的客户，所以从华为转移到其他主要手机品牌的手机市场份额，都会为高通公司增加市场份额。第三，射频和物联网业务可以继续的帮助高通增长。2022年的复合年增长率将达到 24%， 这主要是由射频业务所推动的。我认为帮助高通公司增长的另外一个主要推动力可能是来自于物联网业务，因为物联网的单位数量可以推动芯片组和许可证的收入。第四，汽车业务有着非常高的潜力。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智能汽车将会是下一个推动高通增长的新领域。我估计高通公司的汽车业务到2022年将以 20%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并相信他们应该能够实现2024年15亿美元的收入增长目标。目前为止，高通已经赢得了 80% 以上的汽车制造商，这些制造商有奥迪、宝马、奔驰、福特、通用、本田、现代、捷豹、日产、大众、沃尔沃等等，他们都在使用高通的汽车信息娱乐平台。高通的汽车设计管道在过去3年中一直稳定增长，从2018年大约20亿美元增长至目前的70亿美元。而在技术上，高通将会在 CV2X 技术上成为新领域的龙头。CV2X 是一种可以帮助智能汽车之间沟通的技术。随着智能汽车的普及， CV2X 技术将会在未来5年内有着高的增长率。最近，高通也与 Veoneer 合作，为一级供应商和汽车制造商开发了一个开放并且可扩展的自动驾驶平台。最后，高通也有着车道云 Car to Cloud 平台的发展方向，这将会有效地帮助用户储存数据，进行数据分析。我所能联想到的其中一个应用，就是将这些数据帮助保险公司很快地计算出合理的保单价格。我认为该公司对长期发展具有良好的定位。该平台预计将在2024年可以用于汽车生产。第五，大规模的并购。该公司表示，现金的使用将集中于股息、股票回购，并且仍然考虑进行大规模的并购。相信在芯片领域，并购已经不足为奇了。NVIDIA、AMD 都已经开始收购别的公司，所以任何的并购将会帮助高通加深其护城河，并且有着更好的成本效益和协同作用。综合以上的5点， 5G 还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华为手机份额转移的受益者，射频、物联网以及汽车业务的增长动力和大规模并购的机会，这5个因素将在2021年以及以后继续推高高通股价。当然，我们也要来了解一下高通所面临的5个风险。第一，手机终端市场。高通 80% 以上的销售额都来自于手机终端市场，因此手机销售的任何大幅度下跌都有可能导致高通的目标价格下跌。第二，客户。高通公司约有 40% 的销售额来自苹果和三星，因此任何设计上的输赢，又或者是更低的苹果或三星手机销售额，都会直接影响高通的收入。第三，监管。高通公司大约有 20% 到 30% 的销售额来自许可使用费，因此任何重大的诉讼或者知识产权的法规变更都有可能对高通不利。第四，竞争。高通公司与其他的芯片供应商都有着竞争，该公司还与苹果和三星内部设计的解决方案有所竞争，因此如果苹果研究成功，芯片功效比高通更好，就会严重的打击高通的收入。第五，宏观经济。
高通公司覆盖多个区域，包括美国、欧洲和亚洲，因此任何地区的宏观经济下滑都有可能导致估计和目标价格下跌。那我相信有些分析师可能会下调其目标价格，可是我的逆向思维告诉我，这次的回调将会是一个好的买入时机。相比较 Skyworks 和 Qorvo 的股价反应，我认为高通公司下滑反应过头了。Skyworks 和 Qorvo 这两家公司的市值加起来还不到高通的1/4，在苹果依赖性上，苹果占有 Skyworks 和 Qorvo 的 50% 和 30%， 而苹果只是占了高通大约 20% 左右。股价方面，高通却下滑了 7%， 而 Skyworks 和 Qorvo 只是下滑了 4%。 对于高通，由于受到各种业务增长动力的推动，加上苹果研发的影响相对不大，我认为这次高通股价的回调的确是个好的买入时机。高通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在 5G 芯片领域中是一家不可缺乏的股票之一。那让我们来总结一下高通这家公司的股票操作。股票名称高通，股票代码 QCOM， 目前的价格为144美元，目标价格为180美元，回报率大约有 25%， 而我建议的买入价格介于130到140美元之间，而我认为现在的价格适合开个观察仓，如果股价还有继续回调，可以大量的加仓。好了，这集的影片就到这里，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一集再见，拜。